京都的锦市场是基本上每个到京都旅行都一定会去的一个位置。我在神户定居了4年，每年都会和朋友约着来京都玩好多次。京都的每个有名的景点我都差不多去了4到5次，所以现在其他的地方慢慢的都已经不再去了。但是锦市场是我每次一定会来的，甚至有时候我就是专门来这里逛一逛吃一吃。因为今天京都有1年1度的紫园祭，所以我就和我的朋友一起来了。京都的电车上面都是那种比较老式的风扇，就是我们4个从神户出发的，一出电车站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祭祀活动。你别说今天的这个时间来的还挺及时的，但是今天的京都温度非常的高，今天是38度，我都怀疑他们这个活动会不会有人中暑。它上面那个温度应该更高，而且里面还有小孩。紫园祭是日本3大祭祀活动之一。京都它不像神户，京都本来就是一个盆地，它的温度就是比较高的。这个祭祀活动他们要拉着这个车，然后在太阳底下走上3到4个小时。我回来之后查了一下，就他们今天一天有12个人中暑倒地了。这个是便利店买的快速降温毛巾。这个比较有意思，这个举着百乐天山旗帜的，这是白居易向道林禅师请教佛法的一个中国典故。紫园祭的很多花车都是用中国的历史和神话故事为典故的，但它下面车身的这个挂毯是18世纪法国的一个挂毯。这个老人估计是晒得有点晕，可能有点要中暑了，然后这个警察带他过去休息。然后这个全身包裹西装站着笔直的好像是京都的市长，我估计后面这些人也是借这个扇风的仪式给市长扇风，避免他真的是中暑了。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我看了一会儿我就受不了，赶紧去找一家店喝一个咖啡，然后休息一会儿。我就直接给我的朋友发消息，我在这家店等他们。就这个爆降温的这个喷雾，还有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喷完了之后很凉快，爆了。因为看祭祀的位置就挨着锦市场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锦市场吃个饭。其实这2年锦市场越来越贵，它现在已经慢慢从京都本地人的食堂转型成游客的集中地了，就是和大阪的黑门市场是越来越像了。我以前来的时候这边是比较便宜的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游客。它这个涨价好像也就是这2023年之后开始。我在2019年的时候来这边还可以边走边吃，然后现在也就不允许了，就立了很多的规矩。你看它现在这条街全都是外国人，就本地人已经来的很少了。以前一些传统的卖鱼卖肉的那种店铺这边也看不到了，现在逐渐从卖食材的一条街转成了小吃一条街，且还有越来越多比较鬼畜的店铺，比如说这一家我可以确定我以前来的时候它是没有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出现了，因为它这个名字比较特别，它的名字叫鸡鸡。因为京都的本地人慢慢发现，把传统的食材按斤卖给本地人，还不如串成串，然后烤着卖给游客。不过它这个转变也好，因为我也不是住在京都，我偶尔来的话逛一下这个小吃一条街也还不错。贵是贵了点，但是还不到没有接受的地步。前面这家店是一个卖海鲜拌饭的店，看起来比较顺眼一点，那就先在这里吃个饭。这家店主要是做一些海鲜料理，而且他家的这个海胆很好吃。点个这个海胆三文鱼吧，我都叫了啊，我去拿。酱油是一定要给的，给了酱油之后比较好吃。海胆这个是很新鲜的，如果不新鲜的话，你夹着一筷子起来它就掉了。在日本不管是哪里，它吃海鲜都是很新鲜的。在锦市场也不全都是吃的店，它也有这种卖刀具的店。日本的这种刀的工艺是做得很好的，我是4年前买了一把，一直用到现在。我买的就是这种，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万6，就这一把。但这一家它算是卖的比较贵的，这一款上面还带花纹的，这个也是很好看的。你可以看到上面它的这个上面还有雕花。它这边还有这种卖酒的店铺，这个酒的价格并不比其他的超市要贵很多，可能比业务超市要略贵了点，但是一般游客他不太方便去业务超市了。这种就是干货的制品，可以买回去带酒店去吃，很多人都买。他这还举个牌子，就告诉你往左侧通行，但是其实没什么用，因为这种街上面
两边的店同时站客人，这条街就基本上堵死了。那你看着，这两边只要有顾客，他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京都人呢，他就是很固执。到这边基本上就是小商品的市场了。这里有一些专门有京都特色的手机壳，这个我在淘宝上面都没有见到过。这里的几款我都专门去查了都没有。所以如果是到京都想要逛一下小商品的街的话，那这条街还是可以逛一下的。这一家店以前是卖模型玩具的，但它现在改为卖扭蛋的。今天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，怎么给你们证明呢？比如说这家店正常情况它里面是坐满了的，但是因为今天它比较热嘛，就没有人愿意来。你可以看到它今天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它生意不好，主要是因为今天比较热，它没有人愿意坐在这里面。京都的街上很多这种卖瓷器的小店，如果是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日本对这种手工陶瓷的分级，它只有2个标准，一个是合格，一个就是不合格。但是在中国的国内对瓷器的分级，它分的就比较细了，还有优等、一等，还有合格。然后通常能够卖到日本的，它就只有优等品。像这种杯子，我就找到有同款的。中国国内把瓷器上面有微小的针孔定为一等品，但这个一等品是不允许在日本销售的。日本对这个瓷器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他们的瓷器卖的也比较贵。刚刚在锦市场，我和我朋友是分开逛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汇合，然后去下一个地方。他这个店铺有卖今年紫园季的那些花车，是特卖的，只卖这几天，过几天就不卖了。做的是1比1还原，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外提个很大的盒子走了，估计就是买了一个。京都人是非常傲娇的，这个在日本它都是独一份。在日本的网络上面就有一个专门的词，就是京都人的坏心眼。就有时候某种程度来说，他们甚至是对游客不太友好的。比如说对面街上的这种老店铺，我有一次就是遇到2个台湾的女生，然后就是穿和服嘛，然后就在这种店门口打卡拍照。店铺里面就冲出来一个店员，就是非要他们把照片给删掉，就硬是说他们店是不允许拍照，但这个它是不合理的。因为根据京都的城市景观法，你这种老的店铺它本来就是风景的一部分，而且像这种老店，它很多都是每年领政府的一笔补助的。你既然拿了这笔钱，那你凭什么禁止游客拍照呢？我当时就在旁边嘛，我就说你们不用删，当时就把这句话就说了一遍，然后那个店员就脸色很难看，就进去了。而且说实话，他们是看人下菜碟，他就看是2个小女生嘛，然后胆子小。如果是老外在他店门口拍照的话，那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人家是在街上拍，又没有进你店里去拍，你有什么权利不允许人家拍照的？好，我就在这里和我的朋友会合，然后去那个哲学之路。京都也有很多地方它是不能够修地铁的，它的城市的地铁网络没有那么发达，它很多地方也只能够坐电车去。京都的地下很多地方它是没有办法挖的，它的地下有古迹，所以很多地方就只能够坐公交去。这条街也是京都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，相对来说游客比较少，它叫哲学之路。这条街上面的老店铺比较多，如果你其他的地方都去过了，然后这里没有来过的话，那我还是很推荐的。这条街有很多这种工艺品的小店，还有不错的咖啡店，可以推荐一下。如果是想吃京料理的话，那这边的店它有很多，都是可以去的。这条街适合慢慢的玩，就不赶时间的话，就来这里找一家店，然后吃点东西、喝点东西啊之类的。一些有特色的店在这边是扎堆。其实我心里的京都反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这边很多的店铺的小庭院做的都是很漂亮的。但是如果你留给京都的时间只有1-2天的话，那我就建议不来，因为这边全都是这种店比较多，你随便找一家店进去的话，1-2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所以来这边的大部分都是到日本度假的背包客比较多，老外比较喜欢来这条街玩，因为这边主要是逛店嘛。这里有一家冰淇淋店，去买一个。这边的这一条街全都是这种小商店。好，来一个，好，我们来一个香肠好的。这家店吃东西的地方在这里，就是不允许抽烟，可以坐在这里吃。这个地方，这3个包的严严实实，还有那个戴农民头巾的是我的朋友。哎呀，互相伤害呀！就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反正就来这条街的全都是老外，亚洲面孔的就没有几个。
就是觉得老外好像挺喜欢来这条街的。如果是喜欢逛2连板、3连板，又不喜欢太多游客的话，那这里是真的没错。这里两边的小店很多，足够让你逛一天。我们到这家店去喝点东西，凉快凉快。你叫啊？马赛克。好，可以。可以，我那个什么事？一路上都在喝凉饮料，东西来了，去拿一下。2杯，一杯是纯抹茶，一杯是牛奶加抹茶，你要哪一杯？这杯的，你喝那个，我就喝这个。啊，这个还可以。有人喝过那个自助售卖机里面的那个生茶吧？它这个就跟那个生茶是一个味，比那个生茶的味道要重。很解暑啊，这个挺好喝的。这个就不知道是说的哪一国的语言了。在日本，尤其是京都，它这种刀具店特别的多。如果有网友买过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特别好用，比双立人的好用。我家的双立人是用一段时间就要磨，但是我买的这种日本的刀，磨一次它可以用很久都不会钝。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它这个是卖木工的工具吗？这个刀具店的对面还有一个卖汉堡的店，这个店我以前也吃过一次，就是这个店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就因为当时走到这里的时候肚子饿了，然后正好只有它这一家店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当时觉得这家店很好看，然后就进去了，结果我意外的觉得还不错。然后顺着这个小的汉堡店的岔路口往前面走，它这里有一家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这样一家店，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它里面卖很多的装饰品，就跟一个博物馆差不多。我上次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家店，我就记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。这里写的字是不需要脱鞋，直接进去就可以了。店内全都是这种小商品，但特别有意思。我很喜欢他家的这种微缩景观的小摆件，就是这一边的。你看他家的这种龙猫的小摆件，挺可爱的，我家买了2个了。还有这种看起来大一号的，这挺有意思的，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。而且做的也很可爱，价格不算贵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这家店看一看。这条街的店铺它不是一个挨着一个，它是走一段路它就有一个。比如你看这边的这个，这家店是卖点什么小衣服之类的。全都是这种日式的服饰，也有卖这种木屐的。然后就是顺着条小溪往前面走，这一条街全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色，它零零散散的就有很多的这种店铺。你看它这个对面的，就是沿着小溪的这条街，它就是哲学之路。这条街蛮有意思的，它就有很多这种零散的小店铺。你看对面还有一家，它没有那么的商业化，然后很多人会喜欢来这里打卡。且这边还有很多的这种民宅，很多里面都是藏着一些小店的。我一路走过来，全都是老外来这里。你看它前面又是一家店，就感觉这个地方的人不多，而且店也很分散。但是它就是有这些店在这里，按正常的感觉，就是这种店它应该在这里是生存不下去的，但它就是有这些店在这里。这前面这个是一个卖刨冰的店，这边全都是老外的游客来这里，这边来的又是一波，估计就是来这里找个店吃饭的。就这条哲学之路，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在民宅里面，然后零散开了一些店铺的一个位置。如果你其他的地方都去过了，那你来这里逛一下是挺棒的。从这边走过去的话，它就是民宅区，是住家的位置。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家店铺，
就你说这里是民宅区吧，它的这个店铺明显多于一般的民宅区，但它又不像景区那么的密集。这个桥的对面又有一家吃京料理的店。还挺喜欢它这个院子门的，它这个门口还有一个岗亭。这家我看了一下价格，其实也不算贵，感觉这边它真的是不像是一个旅游景点。这个就对上了嘛，这就有京都的那种味儿了。京都人骑自行车的比别的地方都多，它在日本都是名列前茅的，主要是因为京都的地铁覆盖比较少，真正意义上的京都地铁只有2条，乌丸线和东西线，然后小巷子比较多，也适合骑自行车。像我现在走的这片区，其实你开车过来还不方便。我要到这家店去喝一个咖啡，就是这一家转角的这个。我找店都是在地图上面挑的，有些店看起来环境比较好的，然后评分也还不错的。好，那么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这家店吧。我直接上2楼。上面的环境整个是这样一个样子，从这个窗户看过去的这个民宅还挺好看的，但它并不算是一个老房子，这种房子在其他地方也很多。这家店不怎么大，但它的氛围还不错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，上面还有一对老外的小夫妻。这家店它就只有这么大，外面就是刚刚那条小溪。其实京都的旅游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，满打满算也就是10年的事，是从2015年之后开始的。在2015年以前，虽然京都也是一个旅游城市，但它没有现在这么发达。2015年之后，全球进入了自媒体时代，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兴起，很多自媒体的博主来拍片之后，给了京都一个巨大的流量。同时，日本政府也在2016年的时候放宽了旅行签证的申请条件，这也让京都的旅游业得到了爆发性的增长。这也让很多原本已经快要倒闭的老店起死回生，比如说京都的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扇子店，视频博主把这些西洋产业拍成了活广告。还有宇治抹茶也是，其实在之前宇治抹茶已经是撑不住了，庞大的自媒体流量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海量的订单。但是京都的人是怎么对待旅客的呢？他们给出了4个字，这就是千年古都的傲慢。他们甚至说京都不是靠迎合别人才成为京都的，而是因为我们1000年来都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就是让我觉得最可笑的一点，旅游业给你带来了破天的富贵。日本的很多学者以前自己就在说，京都的扇子产业在2020年最迟2025年就会彻底的系统性死亡。这个并不是凭空捏造的，这是根据当时的产业状况来推断的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京都扇子的工匠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65岁，而骨干匠人的年龄已经超过了75岁。因为当时这个产业它不赚钱，没有年轻人接手。就连这个鸭川也是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就在2015年以前，鸭川不光是不挣钱，还是一个巨大的吞金兽。它巨额的维护成本是京都政府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。它也是2015年之后，自媒体把这个鸭川的纳凉床给带火的。2015年以前，你在鸭川这里吃一个怀石料理只要8000日元，这个价格其实是撑不住的一个价格。当时很多鸭川边的老店都已经到了一个破产的边缘，但是今天你再去吃，它一个怀石料理已经卖到了3万5，这个价格的溢价就是流量带起来的。结果很多店铺赚钱了之后就反手禁止自媒体进去打卡拍照。你也不看看你当时快倒闭的时候那个鬼样子是吧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禁止游客打卡拍照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京都这个城市在整个日本风评是最差的，没有之一。整个日本都在用税金帮你维护这些文化产业，没有旅游业，你的财政都已经破产了。结果你赚了钱之后还天天摆出一副受害人的模样。靠着京都最近的大阪人就是最看不起京都人的，甚至还专门做了一个综艺节目，就疯狂的嘲讽京都的这种怪圈。但是骂归骂，日本人他到了旅游季，他还是跑到京都来送钱。看这个就是京都的纳凉床，你看我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家店还是我问了之后他同意拍摄我才进来的。すいません。
那个不错啊，买这个南塘来塞。我为什么出来了呢？就是他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，如果你要拍视频的话，你就只能够坐在角落里面，不能够坐在边上，你会对其他的客人造成困扰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吃饭只会拍到自己，而且我坐在角落里面，那河川的边上就全都拍不到了。然后他就坚持说，那不好意思，其实就是变相的不允许你拍摄。就这我还是在进店的时候跟他打过招呼的，我说我有拍摄的需求，问他店里可不可以拍。那我来拍肯定是想要拍到鸭川嘛，那他这样说的话，那肯定就不吃了，那就拍点别的吧。像我一般进店拍摄的话，是一定会提前打招呼的，就是先问一下。当然他最后也说了，如果你保证不拍摄的话呢，那你可以坐在边上。当然最后也没有不愉快，就是不让拍就走嘛，就换一家，总有一家店是可以拍的，比如说这一家。其实还有一个星巴克也是可以拍的，这一家是一个咖啡店，但它晚上是卖酒的，就可以在这里坐着喝酒。他今天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坐。这家店是写着拍摄友好的，是一家新开的店，而且它是再晚一点才有客人来喝酒，现在正好是空的。到了晚上，它是一家纯喝酒的店，它白天提供一点咖啡和蛋糕。这一家店就是很热情的，就是我跟他说我拍摄了之后要发布到 YouTube 的，然后他马上说可以，欢迎。然后他家现在也没有到卖酒的时间，就差了半个小时也不提供。这咖啡1000，然后这个蛋糕1200，但没办法，这个在鸭川边上，它就是这个价。刚才那家也不便宜，刚才那家是1万5，然后我说没问题，结果他说你只能坐在那个角落里面，那他这一家虽然是很贵，但是他的那个蛋糕确实做得很好吃，而且他这个咖啡豆的品质很高。虽然是有鸭川边的这个溢价在里面，但是它这个该有的品质它还是要保证的。整个日本它是没有那种卖得很贵的东西，然后其实是一个很烂的货。高铁上面盒饭的那种产品在日本是不存在的。特殊环境里卖的贵可以，但是你卖的贵，品质就要更好一点。鸭川的晚上现在来看真的是很漂亮，但是谁能想到1980年的时候，它这里是臭水沟呢？是真正物理意义上面的臭水沟。虽然在90年代它的水质变好了，治理好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两岸边也没有这种景观的照明。2000年以后的鸭川这里成了穷学生的无奈选择，当时还只是穷学生约会的圣地，吃一顿像样的饭花不了几个钱。在2015年之后接触了自媒体的这个浪潮，它才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吐槽有没有让你看到京都的另一面呢？有什么想法欢迎你在我的评论区讨论。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看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